Vision Pro 可以说是这2年最神奇的产品了。以前所有 VR 厂商都在同一个框架下面升级硬件 ，Vision Pro 直接推翻所有框架，做了一套全新的交互逻辑。然而 vivo 自己也想做一次 MR 的尝试，操作逻辑像 Vision Pro 一样，戴上设备后依旧还原你现实中的视野，不再有明显的应用边界。窗口可以随意变换，并且可以放在任何位置，还可以随时随地的回看手机里面记录的空间视频还有照片，只用眼睛和手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。这不 vivo Vision 确实是在摸着苹果过河。有了一个现成的老师 ，vivo 这作业完成的怎么样呢？嗨，现在我手上的这一台是 vivo 新出的 MR vivo Vision， 我们现在直接进行一个香的开。哦，我才发现它这个盒子的上面它是一个浮雕哎，噔噔，哇，它这重量比我想象中要轻很多哎，这正面真的很帅，这个光看得到吗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一共都有些什么，是2个绑带，还是这种软软的质地，那这里还有一个旋钮可以让你调节绑带的松紧。这种绑带的好处就是你头顶就不会闷的，或者是很勒。另外一个是双环的这个绑带，噔噔，它的支撑性会更好一些。平时佩戴的话，还是比较推荐用这个单环的，因为这里真的很软，很舒服。在底下的话有一个头显专用擦拭布，它这2块布这个包装也真是有够夸张的，也不知道他们到时候想要卖多少钱。底下是不是很熟悉？一个外挂的电源，迫不及待来看一下这个头显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。那我手指这摸到的地方还有一个进气口，上面的话是一个出风口。我刚刚就在想，这个出风口会不会到时候把我的刘海吹得呼噜呼噜的？再往侧边看的话，底下这里还有2个按键，是一个音量键。内侧的话，两边都有这个扬声器。接下来就是最影响头显设备舒适度的2个东西了，一个是这个遮光罩，还有这个泡棉。哦，它是一个磁吸的，它这个面料是那种滑滑软软的。哦，拆下也很方便，还有4个小小的卡扣，所以你也不用很担心它会很容易掉下来。这个电源接口它是一个纯物理的结构，旁边有2个小小的卡扣，摁进去它就已经装好了。而这个外置电源上面可以看到，它也有一个 C 口，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还可以再接一个电源，然后一直使用。vivo Vision 这一次的外观走的是 Vision Pro 的路线，但也在细节上面有一些改进，就比如说机身更轻薄，绑带的佩戴角度和泡棉的舒适度都有针对的优化。硬件也有堆料 ，Micro LED 双眼 8K 电机可以自动调节匹配不同的瞳距，所以你只需要按一下，然后整个世界就清晰了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打算从系统、第三方 MR 应用、第一方应用、游戏这4个角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vivo Vision。不过开始之前要讲清楚 ，vivo Vision 现在还没有到零售的状态，现在的体验还比较早期，之后肯定还要继续做优化的。vivo 现在已经把整套体验的流程设计完善了，就比如说我带着一张验光结果，就能给我分配对应的镜片。开始体验之前扫一遍脸，就可以找到适合我尺码的遮光罩，还有泡棉，再加上足够轻的重量，佩戴的舒适度比 Vision Pro 还好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先看看现在里面能玩到什么。按下原钮开始，伸出双手保持手掌，然后我要看中这个地方，然后点，校准成功，完成了全部设置。其他这个操作跟 Vision Pro 的比较相似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其实是鼠标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的手呢就是起到一个点击的作用。就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看到这里，然后点一下，然后它就打开了。右边这个是关闭，这个是小横条，然后我们可以捏住，然后把它放近一点，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到房间的某一个角落，把它固定住。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开别的应用，比如说我再开个播放器，然后我再把这个播放器，放到房间的这台电视上面，完美。这种多窗口弄得就很好玩，你可以健身的时候往前面堆一块屏幕，躺着的时候往天花板上面堆一块屏幕，就像是在洗碗，多一块屏幕放在旁边，怎么说？再刻板印象的就是你掏出一块键盘，然后左转右转多几块大连屏，别人眼里你的桌面是这样的，实际戴上眼镜又是这样的，可以好好想象一下。为了让你有更沉浸的体验 ，vivo Vision 也有一个更沉浸的桌面，让你避开现实生活里面杂乱的背景。它这里面有几个不一样的场景，我选一个白天的沙漠吧。你给我干哪儿来了？但是现在是不是完全沉浸的？我们可以旋转这一个旋钮，让它缩小或者是放大，完全沉浸。
但是我们进到这个全沉浸以后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撞到现实中的东西了。上一秒还在沙漠，下一秒给我干到梯田来了。有没有小伙伴认识这里是哪里的吗？在这个场景下呢，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菜单给按出来的。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面看应用。因为 vivo Vision 其实是运行在基于安卓的定制版 Orange OS 上，所以理论上它能运行市面上大部分现成的 VR 应用。这里呢还有一些第三方开发的 MR 应用，就比如说这里有个虎牙直播，哇哦！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直播的画面底下有一个沙盘，这样子捏住它，它甚至还可以拿近一点，还可以旋转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凑进去看这个红 buff， 还有野怪。哎，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魔方在动，看到没？哇塞，要是这个人物放的技能也能在这个沙盘上面显示，哇，那得有多酷啊！哎，有点好奇这个沙盘底下是啥样。哦。除了虎牙以外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呢，它就有非常多的视频，然后还有一些体育赛事。上面的话是一个大比分，左边的话是一个积分榜，右边是其他比赛的一些列表，还有回看的一些视频的列表。底下这里呢，就是2个球队的一个阵型图，点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位球员的信息了，就感觉自己在玩游戏一样。看直播其实是很需要游戏理解的，你要是萌新，游戏还没有打明白呢，想要完全看懂直播还真不容易。MR 类的直播应用其实相当于把原本一块屏幕展示的信息摇碎了，然后展示在多余的好几块屏幕上。就比如说 PUBG 的直播，就那几个视角来回切，其实沉浸感在同类直播里面算是很差的。如果能开发专门 MR 直播页面，像王者一样展示一个立体的地图，好家伙，那反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，那感觉不就来了吗？vivo 还提供了几个他们自己开发的应用，让我们来体验。这里还有一个捉骨达人，其实我刚才点进来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了。OK， 测试完成。音游高手当然要打困难啦。那识别还挺准的。待会打完这个床上是不是会有几个坑？哦，结束了，99 combo。502分，诶，我是第1耶，我太牛了！哦，我的名字叫小 V， 可以跟他互动。哦，可爱。那我们来修过山车吧。好呀。哇，把这个齿轮给放上去。不对，哦，所以说不能乱放，放这。无敌。vivo Vision 上已经做了几个第一方的应用，比如说看空间照片和视频可以用相册，专业的空间视频也可以用系统的播放器打开。vivo 手机其实在 X100 Ultra 和 X200 Ultra 就支持空间相机了。vivo Vision 相当于提供了一个第一方的硬件观看设备。照片里面还有个沉浸模式，看看，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，搞得我有点想绕到后面去看看它什么样。这里面的空间视频呢，其实就是平时我们用手机拍的那种，然后这里是空间照片，也是手机上面直接同步过来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全景照片。哇哦，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张，可以把你围绕在里面的这种。诶，我有一计，待会我走之前，我要在这里拍一个全景照片，然后把这个酒店的景给抱回去，做成一个全景照片，之后我在家里面天天都能看，这样子就不浪费了，是吧？接下来这个呢，就是播放器啊，这里面呢，它会有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视频规格，看一个2D 的视频，必须滑雪。哇，哦，它这个声音就感觉是从这个前面的屏幕里面发出来的。像我这样转头的话，它声音还是从这边发出来的。这个是一个180度的视频，哇哦，感觉我就在现场，都每个人都来，跟大多数 VR 一样 ，vivo Vision 也可以串流 PC 运行游戏，吃上电脑算力能玩的那可就更多了。OK， 现在知道了游戏理念了。这个手跟我们正常的这 VR 的操作其实是一样的，点赞。哦，这个吉他可以拿起来，这就是音乐。哇，这 NPC 在这取暖，我也去取暖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烧头。
而且提醒一下，现在产品还在早期阶段，后面还会有很多测试，所以现在它透传的清晰度、自家应用的体验都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反倒是追踪、手势识别的体验比预期中还要精准一些。现在的 vivo Vision 已经是一个体现搭建好的硬件底座，接下来就是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了。之前我就有看过 vivo 想做中国的家庭机器人，好，别人造车，你造机器人是吧？在 vivo 的设想里，手机处理信息 ，MR 展示信息，机器人直接代办，这算不算是一种未来的全家桶？OK， 那么这次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个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谢丽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